某中国学者认为，大陆学术界对美英有误判的风险，这两国必然武力干涉台湾。到底是谁在误判？又为什么会有误判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这两天呢，在好几个外交相关的这个群里边，微信群嘛，就是看到大家转发了一篇文章，是关于美国会不会出兵干预台海的。作者呢很有名气，是在很多媒体平台上引起过很多争议的著名作者王涛涛，算是个学者嘛。其实呢，这个话题听上去算是老生常谈。我们这儿一直有人在判断说美国是不敢出兵的，也有人说美国是一定会出兵的。其实不仅我们这边，美国政界也一样，有人认为千万别跟中国干一仗，比如说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；也有人认为必须跟中国狠狠打一架，比如说国会里边某些个共和党参议员。国内民间的很多观点呢，都不是基于对美国政策、战略、利益和军事能力分析判断的。很多老百姓说会或者不会，往往是凭情绪或进行想象。至于说王涛涛这篇文章呢，他认为目前社会上有两个误判。他认为，第一个，学界普遍认为美英在台湾没有值得他们拼命的利益，这是中国学界没有常识。第二个呢，他认为中国学界以为中国完成统一之后，这个美国、英国继续战争的动力和条件就没了。他也认为这个认识是错的。所以他说，不仅仅是美国一定会参战，英国也一定会，而且会打一个不死不休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他文章里呢是给出了他的思考。他说，美国和英国在亚洲是有战略利益和战略目的的，他们要守住的不是台湾这个具体的岛，而是一个抽象概念，就是守住这个岛要带来的远东力量均衡。所以作者就判断，美国和英国一定会在台湾出兵，一定会这么做。而且呢，文章中还拿出一大堆的各种历史故事，比如说美国在某些地区曾经没有拿出清晰的一个策略，但是模糊到最后还是出兵干预了。然后呢，又说英国是怎么介入战争的，维持了欧洲的军事，不让欧洲产生一个大国，等等等等。首先呢，我觉得不要低估美国的野心，这个是对的。研究历史，寻找历史规律也是必要的。但是，这里我必须要说个但是了，这篇文章的分析过程恐怕自己也是误入歧途了。学历史啊，不是背评书，光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行，还要知道为什么，更要搞清楚在什么条件下那些历史事实才会发生。更不能为了自己的观点，把历史事实中有利于自己的那部分单独拿出来，把其他的都藏起来不说。比如讲，美国曾经从模糊走到明确，从这个表示不参战到参战，这种事儿是有的，但是只有这种情况吗？我们回顾一下金门炮战的时候，美国的护航舰艇为什么躲得那么远远的？怎么解释？难道那个时候美国就不要求在远东的力量均衡吗？当时怎么没有从模糊转向清晰，转向参战呢？另外，英国、奥地利这些国家都在欧洲搞过制衡战略，这也是有前提的。奥地利打败法国之后，还要帮助法国，是怕法国彻底倒下之后，自己潜在对手就吃了法国的肉，反而变成一个奥地利更强的敌人。英国搞制衡，前提是什么？是因为有欧洲太多的国家可以互相牵制。如果欧洲是一个统一国家，英国的制衡战略根本就没法用。所以把这些历史硬套在台湾上面，有没有可比性？更不用说王涛涛文中所有的例子都是1949年以前的，当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，更不用说他似乎已经忘了中国现在是核大国。当今这个年代，幻想扶植台湾就能跟中国大陆制衡，是不是他也太不把大陆的军事力量当回事儿？至于说美国会不会为了这个平衡不达目的不死不休，我们看越南跟阿富汗就知道，美军在台湾过得能比在越南和阿富汗更舒服吗？另外说美国敢打也就罢了，还要把英国也算进来，这就过分了。英国现在有没有远东战略且不说，有战略就有实施的能力吗？咱们能不能先把那6艘4、5级驱逐舰的故障全解决了再说？至于王涛涛文章中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、侵略战争激怒美国当作例子，套用在我们解决祖国统一这个话题上，说我们打了台湾，美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这算什么比较？他把中国比成什么了？他把中国人民的决心又比成什么了？
其实我们前面说过了，解放军肯定不会心存侥幸，一直呢都是按照美军参战的前提准备军事斗争，而且准备了几十年了，这个不用王涛涛提醒。我们倒是应该提醒王涛涛，光知道几个历史故事，光学了几个学术的政治术语是没用的，没有足够的科学素养，特别是军事科技、军事思想功底，也就没法看清楚哪些是美国有价值的战略目标，哪些注定是嘴炮和空想。分析看待国际关系，别总是把自己埋在古书里。王涛涛可以记住一句话：大人，时代变了。好，关于中国学者批评中国学界不懂美国，到底是谁不懂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